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人从高楼上推下去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4日前旧场劫案的凶手是他剑。这案子的追诉期早就过了，你休想重启调查。所以，我这是穿越回7岁那年了。7岁这年，旧场劫凶案追诉期截止，而死者是我的姐姐肖娜娜。姐姐去世后，父母领养了尚在襁褓中的我。本以为破碎的家庭迎来了新的希望，可是随着追诉期结束，凶案变成了悬案，爸媽的心情雪上加霜。还剩2天，既然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破案。20年前的旧场街娜娜案，追诉期仅剩最后2天，或将成永久悬案。这是娜娜的裙子，如果娜娜还在，她应该穿不上了。都怪我。爸爸是一名老刑警，因为亲人回避的原则，一生都没有机会参与旧场街的一线調查，喪女悬案成了他一生的陰霾。你參與不了這案子，不怪你，怪我。當初娜娜是為了給我買藥才出事的，是我害了她，是我害了她。要是找不到兇手，我該怎麼活？若海，我對不起娜娜，我對不起娜娜。那晚媽媽高燒生病，姐姐去藥店給媽媽買藥，沒想到一份孝心帶來了如此悲劇，媽媽一輩子都活在自責裡。姐姐的案子能破。媽媽，調查還沒結束，現在不是把姐姐遺物收起來的時候。莊長，可是我們不能放棄。就怪你找。這是讀取生前畫面的能力，姐姐，這一次我一定要為你沉冤昭雪。我今天晚上加班，你先睡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張叔，壯壯，你怎麼在這兒啊？等你爸下班啊？我是特意來找你的。找我？怎麼了？我知道舊場劫案的兇手了。壯壯，
這事兒不可以拿來開玩笑。這個案子，除了你爸媽，我是最想破案的。我也不想師父一輩子都困在這個案子裡。行了，我還要去忙，你趕快回家吧。被害人肖娜娜死前口袋裡有半塊草莓味奶糖，屍體被藏在旧厂街廢棄工厂的雜草叢裡，周邊還有許多陳年的玻璃碎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颈部的勒痕左邊深右邊淺，凶手可以判定是左撇子。當晚监控被破壞，又因凌晨下大暴雨，很多痕迹都被冲刷掉了。这些都是未公開的線索，連案卷裡只記錄了關鍵框架，環境細節只有當年參與第一現場勘查的才知曉。你怎麼知道的？這些都是未公開的線索，連你爸媽都不知道。張叔叔是爸爸的徒弟，也是舊廠接案的現任負責人。張隊一生破案無數，唯有這個案子是他的心結。他破案的心比任何人都迫切，所以向他袒露真相，是我現在唯一參加追兇的辦法。我說了，你可能不信。你說，我聽着。這是我姐姐生前戴的發卡，我碰到發卡的時候，閃現了姐姐遇害時的模糊畫面。壯壯，天不早了，趕緊回家啊！張叔叔，我不是來搗亂的，追訴期就要過了，我是真的想幫忙。既然你說你有超能力，那你來聊聊這個案子。這個案件沒有上過新聞，除了經辦人，沒有人知道。如果他真的能說出來，那他幫忙破案的希望很大。死者是餐廳廚師，兇器應該是廚房用的剔骨刀，因為傷口邊緣有鋸齒狀劃痕，這是剔骨刀獨有的致傷痕跡。死者左手有3道防禦傷，深淺不一，說明兇手行兇時力度越來越大，是正面襲擊。怎麼可能？張隊，我合格了嗎？竟然與卷宗描述完全一致，防禦上深淺不一這個點，甚至和法醫剛剛出爐的報告一模一樣。這個小子真的有超能力。張隊，追訴期還剩2天，或許可以冒險試一次。看來這麼多年沒少跟你爹學東西。不過你這個能力很特殊，你要保護好自己。另外，我的職責所在，這些重要線索我不可以透露給你，你完全得靠自己。放心，張隊，我不會給你拖後腿。好，那你說說，碰到娜娜發卡的時候，你看到了什麼？一個男子身形的蒙面人，衣服普通，穿着陳舊的深色衣服，但是戴着鉑金手錶，價格昂貴，身高目測173公分。你的意思是，兇手是男性？是的。但是根據現場的遺留物來看，我們一直把目光鎖定在女性嫌疑人身上。什麼？在給你家人的案件告知書裡，一開始我們把目光確實鎖定在了2個男性嫌疑人身上，一個是舊廠街拆遷工程助理王猛，另一個是舊廠街投資方吳世仁。他們2個都是左撇子，但是在審問過程中，我們在死者身上找到了一根不屬於他的長髮，在死者的甲縫中和傷口處，我們也找到了陌生女性的皮膚組織和血液。但是 DNA 對比庫建立沒多久，並未找到該女性 DNA 的所有者，對嗎？沒錯。叔叔，如果我看到的畫面沒錯，當時的現場一定被偽造過。他手戴名牌手錶，衣着卻很普通，手錶大概率是偷來的，所以你看到的並不能列為兇手。我可以看看2位嫌疑人的照片嗎？小李，现在立马对王猛和吴世仁重新展開調查。行，實在是太像了。你剛才說畫面裡模糊的身影跟這2個人很像，腦海閃過的畫面太暗，但這2個人的耳紋特徵和畫面裡的男子有90%的相似度。耳紋？是的，耳紋在各種犯罪記錄中
犯罪分子通常只会注意面部的偽装，而忽视耳部的遮挡，但耳紋和人的指纹差不多，即使是双胞胎也会有差别。所以，耳纹鉴定是定位追踪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不过，確實很湊巧，這兩人除了耳部特徵相似，額前坡度竟然也挺像的，很少見這種情況。吳世仁是彭海集團董事長的小兒子，主導了舊廠街拆遷重建工作，所以他會經常去。王猛是吳世仁安排的駐地工程助理。事發當晚，王猛和室友打牌喝酒去了，喝多了被舍友背回了宿舍。我們在案發現場沒有找到足夠多的生物痕跡，證明兩人有行兇的可能。況且他們也提供了足夠多的不在場證明，所以調查完之後就被釋放了。不過案發半年後，吳世仁以身體不適為由出國調養，直到近期又以慈善家的身份重新回國。王猛經歷了那件事之後，他就有了心理陰影，被調回公司坐班了。張队，小李說你要重啟對吴世仁和王猛的調查。壮壮，等爸爸下班呢。旧厂街案已經確定嫌疑人為女性，為什麼現在又轉向男性了？你發現什麼新線索了嗎？如果現在收出壯壯的能力，不排除泄密的可能，到時候壯壯會有危險。我就是覺得我們可能一開始方向就錯了。所以沒有證據你就轉換新的方向嗎？證據這不是要查嗎？不查怎麼有證據？張正，這個時候你怎麼能胡來呢？如果憑着第六感覺去查案，到時一無所獲，誰來負責？那我們按照之前的方向查下去，就有結果了嗎？這個案子，警局上上下下這麼多人，查了整整20年，嫌疑人呢，像人間蒸發了一樣。有沒有可能是我們一開始就搞錯了方向？張隊，如果嫌疑人真的在他們之中，在我們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，很難申請到抓捕令。盲目審訊，一旦打草驚蛇，嫌疑人有很大概率會立刻逃往無引渡條約的國家。並且我們現在的人力根本就不夠分散去調查2個嫌疑人，你最起碼得有一個能縮小嫌疑人範圍的證據吧？我有線索。啊！壯壯，大人在說事兒，別插嘴啊！我在案件告知書中發現了一處偽證。什麼？叔叔們，你們看，這發票上的簽名和這確認證據的簽名有一點不一樣。不一樣？有什麼問題嗎？這不是一模一樣嗎？我想當時並沒有對筆跡進行鑑定吧。是的，因為更直接的證據已經鎖定在了女性嫌疑人身上，人證物證齊全的基礎上，我們一般不會對筆跡進行深究。況且筆跡鑑定也不會100%能鑑定出真假。問題就出現在這裡，發票上的簽名和這個確認正確的簽名看似一模一樣，但有2處細微差別。人的行為習慣是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的，就像發短信，有些人習慣用標點符號，有些人則不喜歡。而這位在短時間內改變自己的簽名習慣，並不符合常態。但簽名有時候也會受心情影響。如果那天有什麼事情影響到調查人的心情，他因思慮過多，簽字時也會一帶而過的。是有這種可能，但還有一個證據，這3處簽名都是鋼筆，而左撇子在簽名時往往會出現油墨刮蹭的現象，而這發票上卻沒有。這是吳世仁的簽名。當年吳世仁因為參加飯局，有充足的人證物證啊。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調查的重心放在吳世仁身上。壯壯說的有道理，發票上的簽名經不起推敲，我們完全可以申請司法鑑定，以偽造證據罪重新傳喚吳世仁，對他進行審訊。小李，你現在去和司法部門聯繫一下。是。所有人動起來！赵队，外面有人自首，说是關於舊廠劫案的。什麼？我是來自首的。當年舊廠劫案的那個發票是我簽的，我是公司財務。當年為了盡快找到吳少報銷，我擅自模仿了他的簽名。後來我聽說這張發票作為了物證，我一直很擔心，
這件事會影響到吳少的聲譽，一直良心不安。現在知道錯了，願意承擔責任。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自首？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没有。人在撒謊之前摇头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瞬间点头的迹象，但是这一位明显没有。而且，人在表达一长段陈述时，如果是回忆或思考，说的不会过于顺畅，他也不像在背稿。张队，听说有员工擅自替我签名，给警方添麻烦了，我特意过来配合調查。這個吳氏人太奇怪了，怎麼一切都這麼趕巧？吳少，好好配合警察。王队，我平时工作比較忙，所以報銷的事情都交給助理去處理。沒想到這個員工啊，真是太糊塗了。如果這件事兒對案件產生了什麼誤導，我在這裡向警方道歉。如果還有什麼疑問，我的律師會處理的。員工承認的代簽，加上之前的人證，吳氏人不在場證明，看來又要成立了。如果員工是撒謊，那審訊的表演堪比影帝。可是吳氏人行跡也太可疑了，案發後出國，又在追訴期即將臨近時歸國，發現有偽證，卻立馬又有員工自首。喂，不好，剛傳來消息，王某那邊申請了海外建工項目，今天晚上就走。怎麼會這麼巧合？我們必須趕在追訴期截止前鎖定真兇。張隊，你當年確認嫌疑人是女性，除了生物信息，還有其他的依據嗎？當年的案發現場遺留了一枚女士紐扣，我們排查了所有的女性信息，都沒有找到匹配的。可以給我看看那枚女士的紐扣嗎？說不定能發現線索。就是這個。動手！庄主，你怎麼了？我看到了，我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找不到匹配的女性了。為什麼？找不到的人，除了躲起來，就是遇害了。你看到什麼？兇手拿槍逼迫一位女性行兇，而這枚紐扣就是那位女士的。張隊，還剩下22小時，我們必須找到那位已遭不測的女士，關鍵線索就在她身上。舊廠街的重建項目在案發後沒多久就停工了，那個女人最後的畫面就是被兇手拖走。如果是被滅口，屍體最有可能就藏在廢棄工廠裡。你說的沒錯，我們會以調查不在場證明為由，暫時拖住吳氏人，而王猛是駐地工程助理，經過他手的所有發票的真偽性，我們會以這個理由重新傳喚他。但是我們沒有足夠多的證據之前，最多只能扣他們22個小時。我去申請緊急搜查令，這是咱們最後的機會，不能放棄。一個是貿然趕來配合警局調查舊廠街項目的資方，一個是突然申請出國的舊廠街項目工程助理。這工廠一定藏着和追訴期相關的秘密，絕對不可能會有這麼湊巧的事。但是這地方這麼大，我們必須要在20小時之內找到線索。這舊廠街藏屍多年不被發現，一定是藏在很隱蔽的地方。我們試着從下水道或者地下室找起。好，你們倆那邊
是，你们那边是，你们这边仔细找。是，咱们去那边。到底要查多久啊？你们已经无缘无故扣留我12个小时了。同志，你们都扣留我1晚上了。我一宿没合眼，今天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开啊，王副队。我今晚还要赶着出国赶项目呢。张队有骨头！就是这条连衣裙。张队 ，DNA 已经提取好了，但是匹配需要时间，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拿到结果。让检验科再快点。好的。即便 DNA 匹配成功了，也只能证明这具女尸跟娜娜案有关系。我们务必要在4小时之内搞清楚这具尸体和凶手之间的关系，要不然扣留时间一过，他们就会像之前一样逃窜到海外去。让我想想，法医鉴定中最难提供信息的就是白骨本身，而一具骨还能交代的故事，往往藏在周边的物件中。对，发票，发票上有时间、地点。被害人被真凶胁迫，开车通过高速路口，而通过闸机的时间是娜娜遇害后的2个小时。监控，只要拿到缴费时的监控，我们就可以锁定真凶。立刻联系静海高速交警，让他们务必在4小时之内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录像。吴世仁、王猛，你们到底谁会是凶手？壮壮呢？小张带他去做作业去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娜娜案重新锁定嫌疑人了，正在里面审问呢。这追诉期还有10分钟就过了，这能抓到嫌疑人吗？我看难。要是有证据的话，至于把人关20多个小时都不放出来吗？你说什么？小手找到了吗？小手找到了吗？小手找到了，是不是？王副队，我看你们根本不是在查我员工的伪证案，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去查旧厂接案的证据吧。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工程助理，发票的报销流程我早就忘了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别当我出国好吗？吴先生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王副队，别把这些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你们最多扣留我24小时。哦，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去和我的律师沟通吧。王助理，你不是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吗？没事，配合警方的調查也是應該的吧。海外的項目趕緊去吧。我這就走。快看，他們下來了！金華跟上，2位嫌疑人出來了。王副隊，沒什麼事兒，我先走了。是你殺了我女兒！是你殺了我女兒！是不是你？說話呀！你為什麼要殺我女兒？蘇晴，王隊聯繫不上張隊，趕不上了。老肖，為什麼要放走他們？難道你要讓娜娜白死嗎？蘇晴，你冷靜一點，我們現在沒有證據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是說，凶手已经找到了。节哀，畢竟舊場街是我們集團的項目，出了這樣的事情，我們也有一定的責任。好好安撫一下受害者家屬的心情。好厚的臉皮！各位媒体朋友們，這一切都是個誤會。彭海集團已經自證了清白，所以還希望各位媒體朋友們多多正面報道。站住！誰說你們可以走了？這裡面的疑點太多，必須逐一釐清。那你詳細說說，我們逐一排查。第一，時間點太過巧合了。王某突然申請海外建工項目，今晚就要出发，而吴世仁偏偏在追溯期临近时歸國，一切都圍繞着舊場街，不可能有這麼湊巧的事件。第二，這兩人的相似度太高了，他們倆無論身高還是體型都幾乎一致，而且都是左撇子。這種相似度會不會是刻意為之？第三，下水道的那具無名氏骨骸應該不是在娜娜死後當晚就遇害的。發票只是證明了娜娜案的案發後2小時他們到達了現場，但是不能說明無名氏女性也是在當天死亡的，死亡時間應該和娜娜案至少相差1個月左右。至於為什麼兇手只費心藏匿無名氏的骨骸，卻對娜娜的屍體棄之不顧，也值得深究，這不符合兇手的行為邏輯。第4點，這具骨骸到底有沒有人報過失蹤？如果是失蹤人員，通過頭骨復原，應該可以更快地鎖定證據。這些都是關鍵突破口。回去之後，我會分派警力，重點排查這幾個疑點。不過你為什麼認為2人遇害時間有時間跨度呢？因為對於命案的排查範圍，通常會擴大到整個街道，並持續3到4周。如果這具無名氏女屍是在被脅迫當晚就遇害，按照現在的屍體發現地點，警方和警犬沒有追查不到的理由。可以啊。看來這麼多年你沒少和你爹學習啊！我還以為你只會靠單純的超能力推測呢。如果案件能破，我就告訴你我為什麼會明白。有人來了，誰啊？這是？站住！誰說你們可以走了？来，让！別躲在門口。這是快什麼情況？厂長，來，快過來！爸媽，你們放心，兇手就在這人群中間。哎，這孩子，話不亂講啊！這沒憑沒據的，你這不污蔑人嗎？這是你們的孩子嗎？我理解你們受害者家屬的心情，但是我絕不允許在沒有任何證據，而且當着這麼多媒體的情況下，污蔑我彭海集團的任何人。我當事人吳世仁先生身份高貴，聲譽優良。如果這位小朋友及其監護人不能拿出有力的證據，執意惡意指控彭海集團的相關人員，我司將依法追究其誹謗責任，包括但不限於對其監護人採取法律措施。小朋友，你是找到了肖娜娜案的兇手嗎？找到了。那你有證據能證明誰是兇手嗎？我沒有直接證據。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。小朋友，這可不是陪你玩過家家的地方。家長怎麼不肯問孩子啊？
彭海集团是能随便污蔑的吗？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就是啊，说得对，没错。谁和你们说我要找肖娜娜案的凶手了？没有就让我走，这追诉期都过了，你们没有证据，没资格扣着我。张队，我可没有时间陪这个小孩在这玩什么侦探游戏。我知道，您是大忙人。我们确实没有锁定娜娜案的直接证据，但是我没污蔑任何人。别再故弄玄虚了。肖娜娜案的追诉期确實已過，但舊場街又發生了另一樁殺人案，而你們兩人其中有人和死者存在高度關聯，並且證據十分明確。這是從死者口袋裡掏出的高速路口發票，根據監控的錄像，清晰地記錄了與被害人同行的人，而這個就是你。吳世仁，根據舊場街女屍的最新線索，我將依法對你進行傳喚，請配合我們回警局接受調查。你們警察沒有確定的證據，不能逮捕我的當事人。王猛先生，你與嫌疑人吳世仁關聯密切，且作案嫌疑重大，需以調查人的身份隨我們回警局配合傳喚，不得擅自離開。你這是濫用職權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，可以隨便抓人嗎？是不是濫用職權？法律會告訴你。我們已經正式成立舊場街連環殺人事件專案組，新案件將重新計算追訴期，事後我們將對其依法進行調查。現在開始，追訴期重啟。律師大人，您還有什麼話想說嗎？你們銬手！吴世仁，你有什麼想說的就趕緊交代。你保持沉默，是想對抗組織嗎？我就是個跑腿的，只是舊場街項目的一個工程助理，跟殺人案沒有關係，你們趕緊放我走。吳世仁，你的犯罪證據我們已經悉數調查過了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不要以為你一言不發了就可以抵抗過去。別耽誤我飛機趕項目呢！啊，接下來快進。吳世仁，你確定你沒有什麼要說的嗎？小李在審訊室對付吳世仁他們，我們得盡快查出這具無名屍的身份，這樣才能從他嘴裡面套出來更多有用的信息。張隊，你怎麼讓小孩子進這地方？這個年齡段正是玩鬧的時候，趕緊走，趕緊走。我沒有玩鬧，我熟悉這裡，也熟悉整個流程，說不定我比你懂得還多。嘿，你這小孩子怎麼說話呢？小杰，你放心吧，他不會搞破壞。我時間緊急，特殊情況特殊處理吧。這是法醫室，不是他家。現在面臨的棘手的問題有很多，這具屍骨已經15年了，需要調查的問題有很多，他在這兒會耽誤事兒的。我沒有胡鬧，而且我已經確認了這具骨骸的身份了。就你，你找到這具骸骨的身份了？現在連技術團隊都沒辦法將它復原，你找到了？你看這塊右側臼齒，明顯比其他牙齒低矮，而且門齒表面有清晰的蛛網狀裂痕。確實如此，這塊臼齒磨損程度也與其他牙齒不同。這就說明死者生前長期存在偏側咀嚼的習慣，大概率是因為口腔內有病灶，比如蛀牙、牙周病等，導致他只能用另一側牙齒咀嚼，而經濟拮據的狀況讓他無力承擔治療費用，只能一直忍受。真的有蛀牙？門齒上的蛛網狀裂痕是長期咬硬物造成的，只有兩種可能：要麼死者從事體力勞動，需要經常用牙齒輔助；要麼他長期處在精神高度緊張的狀態，有咬硬物的習慣來緩解壓力。你只是個孩子，怎麼這麼快就判斷出來？而且細節分析得如此到位，你還真是個刑偵天才。哦，小杰啊，那剩下的就拜託你了，我和壯壯再去看看其他物證。從之前觸碰物證袋、腦海閃回畫面來看，這名女子身着連衣裙，舉止神態並不像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，所以
我推測她應該是從偏遠山村到城市來務工的女性，經濟條件困難，而且和家屬關係不好，所以失蹤後才沒有親屬，多次求警局找人。技術科那邊已經開始着手做頭骨復原了，估計結果馬上就出來了。我建議排查近幾年的外來務工人員，尤其是來自偏遠山村與家人有矛盾的女性，縮小排查範圍。找到被害人信息了。走，我們去看看。到底什麼樣的遭遇，讓他神情如此悲傷？現在需要把它放到失蹤人口的對比庫中，應該還能找到相關的身份信息。嘿，出來了，張队，失蹤庫中有這個人。你們看，有個叫李芬的女性，之前從西部山村來我市打工，後來突然失蹤。他們廠的老板也曾來我們這裡報過案。根據筆錄顯示，我們也曾經聯繫過他的家人，但他的家人因為孩子太多，對這個女兒也是不管不問。雖然登記照和復原圖有差距，但面部輪廓和五官特徵都極其吻合，尤其是眉骨和顴骨的形狀幾乎一模一樣。你現在帶人再調查一下李芬的身世，我去案發現場再看一看。是。李芬的屍體是在下水道發現的，但這裡並沒有出現任何火藥痕跡，這裡可能是第一案發現場。兇手竟然能將屍體藏匿得這麼隱蔽，說明對這裡的環境很熟悉。第一案發現場大概率就在這座廢棄工廠內。那我們再找一找，看還能找到什麼有用的線索。张队，你看这裡。你看这枚子弹，这就是關鍵證據。子彈的膛線數據就相當於槍的指紋，每把槍發射出的子彈膛線數據都是獨一無二的。只要找到這個子彈的膛線數據，就可以鎖定對應的槍支型號。好，我們現在就回警局，全力展開彈道檢測，盡快找到與槍支匹配的型號。走。這枚子彈是科克洛17手槍發射，膛線痕跡與科克洛17的標準痕跡完全一致。辛苦了。好的。我就知道。怎麼了？從之前觸碰李芬的紐扣時閃回的畫面來看，兇手就是這把格洛克17。槍身的形狀和尺寸我記得非常清楚。吳世仁現在就賭我們沒有直接證據，所以才敢一直保持沉默。現在調查格洛克17的購買記錄，重點排查吳世仁的信息，找出他就是這把槍主人的線索，他的防線就不攻自破了。小李，立刻調取全市格洛克17手槍的購買記錄和吳世仁的身份信息做對比，還有他購買時間的細節，務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這把手槍的匹配信息。是。郑队，找到了。吴世仁曾在一家合法的槍支俱樂部購買過一把格洛克17手槍，登記信息完整，購買人、槍支編號都有明確的記錄，並且這把槍的編號對應的膛線數據與案發現場的子彈完全匹配。立刻向檢察院申請搜查令，現在就去吳世仁家，一定要找到這把最關鍵的手槍。是，走。那把手槍肯定在這個房子裡，今天給我分頭找，仔細找。你們兩個去那邊。是。你們倆那邊。是。
剩下的跟我来。就是这把格洛克17。怎么样？枪身上的指纹就是吴世仁的，并且枪支的膛线痕迹与现场的子弹完全一致。这把枪就是杀害李芬的凶器。我知道了。这些话怎么这么不对劲？画风诡異，內容隱晦，而且畫中的工廠背景與舊廠街的廢棄工廠高度相似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詭異的裝飾畫呢？吴世仁，这把手枪是你的吧？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那枚子弹，匹配的弹检痕迹，说说吧。这把枪的確是我的，不過這把槍之前弄丟了。至於誰撿到這把槍，幹了什麼，我不知道。你們總不能因為這把槍之前是我的，就認定我是殺人兇手吧？丟了？那你書房暗格的鑰匙為什麼還掛在你的鑰匙串上？而且暗格內乾淨整潔，明顯經常有人打理。你既然把槍都丟了，為什麼還要刻意維護暗格？張隊，我想請問，這位小朋友是以什麼身份跟我說話？你們局裡這麼多人，靠一個小孩在推動案情啊？啊？我們警察辦案不需要你操心，你就告訴我槍是不是你開的，人是不是你殺的？人是我殺的，怎麼樣？滿意了嗎？啊？記上。吳世仁的認罪太過倉促，眼神中沒有絲毫的悔意，反而透着一股刻意而為之的決絕。那你說說，你為什麼要殺他？作案動機是什麼？作案過程是怎麼樣的？我就是想殺他，沒有任何理由。你們不是能查嗎？查呀！既然你願意，我就好好陪他玩這場偵探遊戲。他怎麼突然認罪了？那你就好好在這待着。我覺得這個吳世仁可能不是激情殺人這麼簡單。我覺得這個吳世仁可能不是激情殺人這麼簡單。我剛才仔細觀察了李芬的頭骨照片，彈孔正好命中腦幹，一槍致命，而且彈道軌跡非常精準，沒有絲毫偏差。這不僅是他槍法準的問題，
腦幹是人體的生命中枢，負責控制呼吸、心跳等基本的生命体征，而且位置隱蔽，體積很小。想要一槍精準命中腦幹，就要受害者當場死亡，幾乎只有上過戰場或者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能夠做到。但是，一旦是腦幹以外的其他地方被射穿，其實人只会失去意識，並不会死亡。当年甲级戰犯西條阮基就是因為開槍自殺時沒有找準核心部位，自殺失敗。他這麼突然承認罪行，本身就很可疑，加上他是一擊毙命的技巧，背後肯定有人教他，或者他根本就不是主謀，只是個執行者。而且他藏了李芬的屍體，卻沒有藏娜娜的屍體，這完全不符合激情殺人的做法。如果他是單獨作案，作案手法應該保持一致，不可能出現這種明顯的差距。他突然認罪，很有可能是在替人頂罪，想要掩護背後真正的主謀。安娜女神秽土重生，安娜女神秽土重生。张叔，把你的手机借我一下，我要給我爸打個電話。這麼着急？給。喂，爸。喂，壮壮，怎麼是你啊？我今天找你有一件事情。你之前是不是辦過一個邪教案？有沒有提到過安娜女神？啊，對，20年前我在 A 市辦過一次邪教案，他們信奉的女神正是這個安娜女神。他們教你說，女神在污濁的穢土中隕滅，他們信徒通過祭祀能讓這個女神在1個月後重生。重生的女神呢，會因這個慈悲之心，這個毀滅肉體，然後將這個穢土淨化成聖境。壯壯，怎麼突然問起這個？我在吳世仁家的畫畫裡發現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的文字和你說的教義完全吻合，而且背景和舊長街廢棄工廠高度相似。這裡很有可能就是他們所謂的穢土。爸爸，你看這個紙條，上面的字跡雖然說刻意模仿了印刷體，但是筆畫走勢和當年邪教宣傳品上的字跡有幾分相似。的確很像。這個邪教組織啊，非常隱蔽。當年我們在搗毀他們的據點時，這個頭目一直都在逃，一直都沒有落網。沒想到他們現在又開始出來活動了，而且他們把目標瞄準了舊廠街。畫中的女性應該就是他們所謂的聖女。我現在有一個非常殘忍的猜測。兒子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，你是說娜娜和李芬很可能是被他們選中的獻祭者。現在無法排除娜娜被害和邪教報復的關聯。當年我追查這個案子的時候，觸碰了他們的利益，他們頭目一直在外逃，很有可能就是為了報復，才做出這些殘忍的事情。您看，舊廠街的核心位置就是這座廢棄工廠。這個典籍裡提到穢土的核心位置描述的完全一致。我當年追查這個邪教案的時候，
我就发现，他们邪教組織一直在尋找穢土，想要通過穢土來淨化聖境。我覺得他們一定是選中了舊場街的地理位置和環境，從而製作出這個拆遷計劃。娜娜的死亡時間是20年前，正好是邪教尋找穢土的關鍵時期。他們選中娜娜作為隕落聖女進行第一次獻祭，1個月後，李芬遇害，作為重生聖女進行第2次獻祭。2次獻祭後，他們就以為這片穢土能開啟所謂的聖境。無事人在追溯期臨近時，不顧生死冒險歸國，恐怕就是為了重啟這個計劃。沒錯，無事人的彭海集團主導了舊場街的拆遷重建項目，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幌子，他們是打着拆遷重建的項目，實際上是為了推展聖境的建設。李芬的第一案發現場是廢棄工廠的中心點，正好符合重生聖女獻祭地。而娜娜是在廢棄工廠周邊的雜草叢遇害的，這與隕落聖女完全符合獻祭地。這個邪教組織計劃非常周密，從拆遷重建到獻祭儀式，每一步都是精心設計的，所以我們要盡快找到這個邪教的頭目，從而徹底搗毀他們的邪教組織。這麼看來，無事人只是個執行者，背後的頭目另有其人。現在無事人想一個人擔下所有事情，我們只能從另一個人身上下手了。你是說王猛？是的，他們兩個身形相似，而且在舊場街廢棄工廠重建項目中擔任過工程助理，對周圍的環境極其熟悉，有很大的作案便利。行，現在我去申請 A 市邪教案和舊場街的聯合殺人案併案，這些是邪教案的所有卷宗，希望對你們能有幫助。好，除了調查王猛，我們還要進一步鎖定一下他們的老巢。我已經讓技術部現在去調查無事人的通話記錄和資金往來，我相信他總有百密一疏的時候。張隊，無事人的信息已經調出來了，有處偏僻的倉庫非常可疑，疑似是邪教據點。教主降臨，聖境開啟。教主降臨，聖境開啟。教主降臨，聖境開啟。不許動，雙手抱拳。教主降臨，聖境開啟。教主降臨，聖境開啟。走火入魔了啊！我拿槍都沒反應。大人，我們只是普通市民，是參加活動，為什麼要抓我們啊？張隊，你看這個。這典籍裡面多次提到教主親臨聖境開啟，教主是誰？他平常怎麼跟你們聯繫的？我們真的不知道教主是誰，平常都是一個叫王猛的人來傳達命令。他說他是教主身邊的親信，負責操辦所有活動。王猛平時怎麼跟你們聯繫的？他有沒有說過教主的什麼事兒？說話！他平時都是通過網絡電話聯繫我們，網絡電話是虛擬電話，查不到來源。他也不會告訴我們教主的任何信息，只讓我們服從安排。他還說等聖境開啟後，我們就能見到教主。張隊，看那個，時間和地點正好匹配上。娜娜死後1個月，李芬遇害，正好符合教義說的月餘重生。我說，我什麼都說，我們只是小嘍囉而已，平時負責宣傳和打雜的。教主就是從來沒露過面，我們根本沒見過他的真面目。只知道無事人是教會的長老，是他負責執行獻祭任務。王猛是教主的貼身助理，所有命令都是他傳達的。王猛有沒有跟你們說過教主的特徵，或者是教主的名字？這不是沒什麼具體特徵啊。但是王猛說過，教主一直在人間，他是芸芸眾生，他是普通大眾的芸芸眾生之一，
他在等待圣境開啟的那一天。立刻加大對王猛的調查力度，重點排查他的資金往來、行蹤軌跡和社會關係，也要查一查他跟那些邪教成員是怎麼聯繫的。我懷疑這個邪教教主就是王猛，他只是拿助理的身份打掩護罷了。是，帶走，走。審得怎麼樣？我不知道什麼邪教。你竟然說你不知道邪教？那這條手鏈上為什麼會有安娜女神的符號？這怎麼來的？放手！吴世仁，這個獻祭流程圖是在邪教教會找到的，這上面的字跡是不是你寫的？不是我写的，我沒見過這種。這上面的字跡和圖片上的字跡完全吻合，而且這張紙條是從你家的掛畫裡發現的，這些你怎麼解釋？我們已經對比過了，這兩張圖上面的字跡雖然有刻意模仿過的痕跡，但是筆畫順序、運筆手法都和你的簽名相似度極高，而且這張紙上面有你的指紋，這是你躲不掉的證據。我只是個執行者，一切都是按照命令來的，我沒有選擇權。誰的命令？是不是王猛？他是不是邪教的教主？這個是在吳世仁住所的保險櫃裡頭找到的。這個隱藏的賬本上詳細記錄了大量的資金流入和流出，流入的資金來自全國各地，標注着信徒捐贈，而流出的資金則大多指向了王猛的私人銀行賬戶，標注着聖境建設投資經費等。看來這個王猛才是幕後主使，吳世仁應該只是他的棋子吧。這個案子涉嫌金額巨大，證明他們背後的邪教勢力不小，我們一定要盡快搗毀他們的邪教組織。张队，试試那條手鏈上的牌子，和張拗口正好匹配。张叔，你看這個。萧如海回我教會，死不足惜。殺妻女獻祭，以報血海深仇。舊場街乃天賜繪圖，獻祭雙聖女，聖境可成。我將主宰一切。證據確鑿，辯無可辯，立刻回警局，對王猛進行督審。王猛，你挺會藏啊，喜歡玩燈下黑是吧？你把這個鑰匙做成手鏈的樣子，要不是上面有安娜女神的標記，我們還差點被你給唬住了。這個名單上清清楚楚地寫着你就是邪教教主，還有這個日記本裡詳細地記錄着你殺人的過程。證據確鑿，還有什麼想說的？這些都是偽造的。有人要陷害我，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工程助理，怎麼就邪教教主了？陷害你？陷害你？儀式用品上全是你的指紋，而且邪教書上的字跡也和你當年寫的字跡完全一致，這些你怎麼解釋？知道自己暴露了，撒謊都不打草稿了。萧如海，都怪萧如海！閉嘴！這是審訊室，誰讓你污蔑警察的？要不是蕭如海毀了我的組織，我能在這裡躲躲藏藏嗎？
我就想完成一次我的献祭，让所有的人都听从于我，服从我。可是萧若海毁了我的第一个组织，我必须要报复他。我就杀了他的女儿，我要让他知道失去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樣的滋味。不是喜歡毀滅嗎？我就毀滅讓他看。混蛋！那李芬呢？李芬是我精心挑選的聖女，她的條件還有她的經歷完全符合要求，獻祭她就可以完成聖境開啟儀式。你所謂的聖境，就是建立在2條無辜生命的基礎上嗎？你利用邪教欺騙信徒，斂取錢財，殘害無辜，簡直是喪心病狂。李芬只是個無辜的打工者，娜娜只是個孝順的女兒，他們的血汗，在你的眼裡就一文不值嗎？對，不值。他們的價值，唯一就是代替神女，其他沒有什麼價值。是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，讓所有的人都信仰安娜女神。還有什麼要問呢？你們盡管問，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保留的。娜娜案，吳世仁有充足的不在場證明。他說他當晚在酒會，這個不在場證明怎麼來的？是不是你在從中作梗？虧你們還知道這個證據有問題，我還以為你們要順着這個線索找下去呢。可惜呀，棋差一招。是我替他去參加的晚會，吳世仁身形與我相似，臉型也有幾分相近，再加上我跟酒會上的幾個朋友提前打好招呼，讓他們幫我作證，說我就是吳世仁。酒會上的大多數人都知道吳世仁，但對他並不熟悉。看到身形相近的我，再加上朋友們幫我作證，自然都認為我就是吳世仁本人，沒有任何人懷疑。所以你是利用了群眾的曼德拉效應，大家的從眾心理，讓當時酒會上的人都覺得吳世仁曾經來過。對，沒錯。吳世仁應該感謝我跟我如此相似，要不然長老的位置怎麼能輪得着他？現在王蒙已經承認自己是邪教教主，並且交代了替吳世仁參加酒會，製造不在場證明。現在我們要拿着王猛的說法來審訊吳世仁，突破他的心理防線，讓他交代所有罪行。把他帶上來吧。吳世仁，我來給你聽個東西。對，沒錯。吳世仁應該感謝我跟我如此相似，要不然長老的位置怎麼能輪得着他？吳世仁身形與我相似，臉型也有幾分相近，再加上我跟酒會上的幾個朋友提前打好招呼，讓他們幫我作證，說我就是吳世仁。你現在有什麼想說的嗎？能給我支煙嗎？
说说吧。没错，王猛是教主，我是邪教的长老。当年我做生意失败，欠下了巨额的债。王猛找到我说，只要我加入邪教，帮他執行献祭任務，他就能帮我還清債務，還能讓我當聖境的管理者。我被財富和權力沖昏了頭腦，一時糊塗，就答應了。那你詳細說一說殺害娜娜和李芬的全部作案過程。20年前，王蒙說蕭如海的女兒蕭娜娜是陨落圣女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旧厂街门口看见了蕭娜娜，她一個人，好像是去買藥的。蕭娜娜平時很少一個人出行，我覺得機不可失，就選擇了動手。我在舊廠街門口攔住了蕭娜娜，按照王猛教我的方法殺了她。我看見蕭娜娜倒在地上的時候，我害怕極了。但是我一想到即將有的財富和權力，我覺得值了。王猛不讓我毀屍滅跡，說他就想讓蕭如海看見他女兒的屍體。他說這樣就能讓蕭如海更加痛苦，他就想報復蕭如海。那李芬呢？李芬是通過勞務中介找到的，他說李芬符合重生少女的條件。為什麼？因為李芬來自偏遠的山村，家裡經濟不好，他跟家裡的人關係也不融洽，而且精神壓力很大。王猛說，就算他失蹤了，警察也不會追查他，獻祭他既能完成教會的要求，還能掩蓋殺害蕭娜娜的罪行，一舉兩得。然後呢？我們綁架了李芬，到了舊廠街的工廠，讓他留下皮膚組織和血液嫁禍於他。1個月後，是我們教會信奉的越獄重生，時機成熟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用格洛格17手槍，按照我在教會學習的獻祭槍決技巧，對着他的頭，啪！我就殺了他。所以說，王猛才是整個事件的主謀，他策劃了邪教組織的2起殺人案，而你只是一個執行者，替他殺人，對嗎？都是王猛逼我的，他逼我說，如果我不配合他，他就要殺了我的家人。我願意指證，我願意證據寬大處理。那你詳細說一說，王某的邪教組織是如何運作的，他的資金流向，還有那些邪教組織成員的信息，我們爭取給你寬大的處理。所有資金流向我不清楚，好像有人提供的，在專門的賬戶，我只能負責幫他辦一些事情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我從來都不覺得打掉這種犯罪組織有什麼錯。如果重來一遍的話，我依舊會毫不猶豫地打敗他。爸爸，別哭了。這個罪犯害了多少人？
一定要依法严懲，给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一个交代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已经串联起来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接下来就是将他们移送检察院，提起公诉，让法律制裁他们。张队，我们在王猛另一处房产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個隱藏的金庫，裡面存放着數百萬的現金、多塊名表以及貴重首飾，這些都是信徒的捐款。我們還找到他轉移資產的記錄，但是有部分資金已經被轉移到海外賬戶了。不能讓他把這些非法所得轉移出去，必須全部追回，返還給受害者。是。這些錢都是信徒們的血汗錢，有些人信了他的鬼話，傾家蕩產。他不僅害了娜娜和李芬，還毀了無數個家庭。這些就是王猛、吳世仁等人涉嫌故意殺人罪、組織邪教組織、破壞法律實施罪、非法持有槍支罪、詐騙罪等多項罪名，證據確鑿，請領導審查。這些證據完整，邏輯清晰，我們會盡快審查，提起公訴。針對邪教組織的特殊性，我們會聯合其他相關部門，做好案件的後續處理工作。感謝領導配合我們工作。20年了，這個案子終於快要結案了，我們可以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你媽媽了。姐姐泉下有知，應該會感受到欣慰。正義雖然遲到，但絕不會缺席。接下來，我們要等待法院的判決，看着兇手受到應有的懲罰，同時還要配合檢察院，提供必要的幫助。大家最近辛苦了。這個案子查了整整20年，是警局的一塊心病，現在終於可以放下了。後續還得蕭大隊長好好追查一下邪教的殘餘勢力，要確保社會安全才行啊。你這徒弟還給師傅派上活了。走吧。這些資料可以作為案件參考，希望你能為以後類似的案件提供幫助。你想得很周到，這個案件很典型，涉嫌邪教、故意殺人、詐騙等多種罪行，所以整理成冊很有必要。終於要開庭了，我們一定要看着壞人受到應有的懲罰。全體起立。請審判員、審判長入席。帶被告人入庭。肅靜，庭審開始，請公訴人發言。審判長您好，經過我們長期調查，被告人吳世仁和王猛聯合謀害多人，在此期間，王猛作為主謀。我的回答完畢，謝謝。請證人發言。我們在舊城區的下水道中發現一具無名氏骨骸，而這具骨骸的下面有一個膛線數據。我發言完畢。案情十分明朗了，我覺得沒什麼問題。肅靜，現在開始宣判。全體起立。被告人王猛犯故意殺人罪、組織邪教組織、破壞法律實施罪、詐騙罪等多項罪名，數罪並罰，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。被告人吳世仁犯故意殺人、參與邪教組織罪，數罪並罰，判處死刑，緩期執行。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宣判完毕，闭庭。哎呀，大快人心呐！好，太好了！娜娜，你看到了吗？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可以安心了。师母，阿正，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师母。师母旁的做不了，这点心意你得收下。使不得，师母。阿正，收下吧，这是你师母的一片心意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师父，这么多年，感谢你的栽培，我也算在你退休之前，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我的好徒弟啊，你终于是出师了，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。啊，不用谢我，要谢还得谢谢壮壮。这个案子的告破，离不开他专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線索。你可是我們這的小功臣。沒有張隊的信任，沒有其他叔叔阿姨的配合，我也不可能發揮作用。哎呀，我這個兒子啊，終於是長大了，不光聰明伶俐，還勇氣可嘉。剩下那些案子進展都還不錯，所以生活慢慢就會進入正軌了。壯壯，我現在代表警局所有人向你發出邀請，你今後就是我們的編外小偵探。真的嗎？太好了！哎，姐姐，李芬阿姨，安息吧，正義已經到來。雖然遲到了，從黑衣人把我推下樓後，我重生到了7歲這個時間節點。如果這不是我死前的幻想，那根據蝴蝶效應，未來是不是也改變了？可是如果現在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，那是不是現實世界裡的我已經死了？我既找不到娜娜的真兇，也同樣不會知道是誰推我下樓。我該怎麼辦？今天是個好日子，案件終於告破了，我們一家人好好慶祝一下。姐姐，你就安息吧，我們一家人以後會好好生活的，絕不會讓你擔心。這一位敬娜娜，敬所有的受害者，也敬我們自己。20年了，終於等來了真相大白的這一天。敬娜娜，願娜娜在天堂沒有痛苦。判決結果下來了，我們終於可以放下心裡的包袱，好好活着。以後咱們一家人啊，再也不用被過去的陰影所困擾。我們要懷着對娜娜的敬意和祝福，勇敢快樂地活下去。在我20多歲的時候，爸爸媽媽因為娜娜案一直沒能告破，帶着這份遺憾永遠離開了。張隊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紀，如果這一次是真的，二老在那個時間裡，現在應該也是帶着圓滿和娜娜見面了吧？來，吃飯，快吃。等舊場街的公園建好了，我們可以經常去那裡散步。那是娜娜出事的地方，但也是正義得到伸張的地方。以後也會成為我們紀念娜娜的地方。我想在公園裡為姐姐和李芬阿姨立一個紀念碑，紀念他們，以警示後人遠離邪教。你這個想法很好啊！以後啊，公園裡會有綠樹、鮮花，還有健身器械，這將成為市民們最好休閒娛樂的地方。好了，時間不早了，壯壯，跟你姐姐打個招呼，早點去休息。爸爸媽媽晚安。
姐姐，在这個時空的你，在天堂也能稍微欣慰一些。可我多希望所有時空的你都能如此欣慰。我甚至說，希望凶案永遠不要發生，該多好。可我們畢竟是人民公僕的孩子。快去叫一聲，5號床有動靜了。誰在說話？这是哪兒啊？我不是在家睡覺嗎？我這是穿回到哪兒了？肖先生，你可算是醒了。你昏了1個多月，可真是把我們嚇死了。1個月？我不是放寒假在家睡覺嗎？你不記得了？也對，你現在有腦震盪的可能性，你是被人從高樓上推下去的。幸好啊，中途廣告牌和樓下有垃圾車給你做了緩衝，你這才保住了這一條命。但你身上還是有多處骨折和軟組織挫傷，這1個月以來，你都是以昏迷狀態來接受我們治療的。所以我現在是30歲，依舊是被人捅了刀子推下樓的狀態。是的呀，肖先生。原來我不是穿越回了過去，而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。那個世界的故事居然改變了，但我所在的這個世界，案件還沒有告破，姐姐的冤屈還沒有伸張。根據追訴期的規定，法律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或死刑的，追訴期限為20年。如果該案件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，即便過了追訴時效，依舊可以申請最高檢察院核准。我必須立刻找到證據。他們把我推下樓，說明已經起疑心了。哎，先生，你還不能起床，你的身體還需要休養。但是你放心，外面呀已經在調查推你的人了，我相信一定很快就能抓到兇手的。我沒有事，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哎，先生。喂，張隊，我是壯壯，我醒了，我知道兇手是誰，是王猛和吳世仁，他們是邪教組織的成員，我知道所有的線索，我們必須盡快抓住他們，為受害者伸張正義。壯壯，你現在身體怎麼樣了？我知道你的事了，叔叔一定會幫你調查清楚是誰推了你，我等會過去啊。不是這樣說，我現在身體沒事，我要說的不是這個，我要說的是，我知道40年前娜娜案的兇手是誰了，找到他們，很快就能鎖定推我的兇手是誰了。你在病房等我，我現在過去。小心你身邊的人，你現在很危險。肖先生，請您放心，我呀是警方派來的醫護人員，是專門來保護您的安全的。我想張隊的意思啊，是讓你好好的待在病房，畢竟還沒有抓到兇手，外面啊危險的很呢。不好意思，錯怪你了。肖先生，那您就先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去找醫生了。以前張叔叔雷厲風行，做事乾淨利落，現在卻多了那麼多的不如意。怎麼了？來了又不說話。我知道當年娜娜案的兇手是誰了，是真的。你有線索了？就常見娜娜案不是單獨的無差別殺人案，而是經過策劃的連環殺人案之一。連環殺人案，這就是你被推下樓的原因。如果我現在和張隊說，我穿越時空並有了超能力，以他現在的態度，肯定會懷疑我的腦子摔壞了。張叔，我在被兇手推下樓之前，已經查出了很多的細節。我在想，應該是我在叫人查到了他們，所以他們把我推下了樓。你接着說。舊場街項目和邪教勢力掛鈎，你們當初鎖定的2個男性嫌疑人就是兇手。王猛是教主，吳世仁是執行者。他們為了報復我爸當年搗毀邪教組織，殺害了娜娜姐，同樣遇害的還有一名叫李芬的打工者，前後時間大概1個月。他們的作案手法、藏屍地點、關鍵證據我都知道。
好了，壮壮，你先好好养伤，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张叔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既然他们可以在我重启调查的时候把我推下楼，那他们同樣也可以銷毀證據。張叔，你都說了，這既然是一個懸案，那你為什麼不願意選擇相信我，賭一把？我一開始確實以為你腦子摔壞了，但是現在聽你這麼一說，好像也不無道理啊。張叔，你們當年追查娜娜案的時候，是不是因為被害者的身上提取不到屬於娜娜的女性 DNA， 所以就把方向往女性嫌疑人身上排查？沒錯。同時，你們鎖定了2個男性嫌疑人，一個王猛，一個吳世仁。隨着女性 DNA 的出現，以及他們的不在場證明，在審訊完之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張叔，你現在馬上去安排隊裡的同志查一下吳世仁當時發票簽名的真假，還有當時給吳世仁做不在場證明的那個人，看他，如果他還在世的話。小李，現在重新展開對王猛和吳世仁的調查工作。另外，你去鑑定中心查一下當年的發票簽名是不是有假。張隊，經過初步調查，您剛剛敘述基本屬實，發票確實有假。現在你願意相信我說的話了吧，張叔？我現在就去申請搜查令，對王猛和吳世仁的住所以及辦公地點進行詳細搜查。另外，我會派人盯住他，防止他們逃跑。張隊，這不是一起單純的殺人案，而是一起連環殺人案。還有一名被害人李芬，她的屍體被藏在當年廢棄工廠的遺址的下水道中。同時，你們去吳世仁家中的書房暗格，裡面藏着一把格洛克17手槍，那是殺害李芬的兇器。還有他們倉庫有一個暗門，裡面藏着儀式用品和成員名單日記，這些都是關鍵的證據。不對，不對，有地方錯了。死老子，快想！不要傷害自己。我剛才給到的信息已經全部過時了，這個時空沒有改變結果。當年舊廠街廢棄工廠重建，早在20年前就已經完成了，那早就已經變成了他們的聖經。那些遺骸不會遺留在下水道裡。什麼意思啊？王猛是一個儀式感極強的人，他不會隨意丟棄銷毀那具遺骨，這是他成為教主最主要的依據。即便他的最終目的是斂財，但如果他毀了聖禮，就會在教徒那邊失去威望。這個龐大的組織早就不以王猛的意志在運作了，這是一群對教義信條有着自我理解的群眾。他們現在願意奉王猛為首，只是因為王猛沒有暴露他的真面目，所以李芬作為聖女的遺骸很有可能會被保存並展示出來。張隊，你現在有舊廠街的地圖嗎？哦，這兒。果然，他們把廢棄工廠的那塊地改為了療養院，這還真的符合他們的教義。神女淨化，穢土變成聖經。你的意思是，王猛把這個地方改成療養院之後，他就一直在這裡面從事違法犯罪的活動。對，他們在這個療養院，表面上是靈修淨化心靈，但實際上是以王猛為首的邪教組織。這個地方是他們騙錢斂財的地方。張隊，你是否願意相信我一次，就像那個時空一樣？你說，你現在去療養院最中心的這個大廳，這裡面一定放着李芬的遺骸。你們可以用偽證罪對他們進行合法搜查，同時你們去吳世仁家中找到那把格洛克17手槍。雖然案發現場的膛線痕跡已經沒有了，但是李芬頭骨裡的彈孔可以通過鑑定鎖定子彈的相關型號。同時，決定他們真正生死的是那個記着所有人犯罪活動的本子。他現在要麼放在王猛家裡，要麼還是放在療養院中。好，現在就去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對不起，先生，這裡沒有預約，不給進。裡面是頂級會所，請離開。頂級會所？你們這裡頭幹的什麼勾當？但我不知道是不是？請離開，這是第2次警告。看清楚了，搜查令。我們現在以舊廠街娜娜案偽證罪為由，要重新調查王猛和吳世仁。搜查令？
不给进就是不给进，走。你们要找王老板，去2楼。这是1楼的会议大厅，要找他去2楼。你，张队，你是执法人员，要秉公办案。你到底站哪边的？但是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被人捅了一刀掉下楼的病号。但是我现在知道，伤害我的人就在这儿，所以我要进去闹事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要闯进去，快拦着我吧！伤害我的人就在这儿，我要找他討一个公道。先生，不能闹事啊！走，让开让开，别妨碍公务。他们已经被洗脑了，估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修行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些人已经变成王猛敛财的工具了，跟行尸走肉没有任何区別。王猛，善良的人，你们来此地做什么？是哪位天神派你们来的？我们是来逮捕你的，老先生。这里是神圣的地方，你们不是神女的人，不能擅自闖入，否则神罚会降在你们中间。哼，我们之前见过，别来无恙了。我们不仅见过，你还欠我们一份很大的債。周楚除3害的故事你都听说过吧？他会开枪放你们一马，我可不会。全部双手抱头蹲下，配合警察调查。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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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好了。你，双手抱头，把王猛带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吴氏的手枪已经被查获了，而且在王猛家也发现了供奉台。现在把他们带回去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张叔，可是你随便乱開槍，真的不怕上面查嗎？哼，周总，我都快退休了，提前退休2年也沒事兒。再說，這個案子我查了整整40年，我一定要親手把它審出來。走。審犯人。吴世仁，你家书房暗格里藏着的格洛克177手槍，槍身上有你的指紋，子彈彈痕和李芬頭骨上的彈痕完全匹配。王猛，你家地下密室藏着的日記，上面詳細記錄了你們殺害李芬和娜娜的全部過程，成員名單上有你們的簽字。這些證據都能夠證明你們的罪行。這些證據都是偽造的呀！有人陷害我們，帶走。有人想陷害你們，你們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撐過囚徒困境吧。你這都坐1晚上了。還是一句話不說，你是不是覺得什麼都不交代就沒事了？吳世仁就在隔壁，你覺得他還能撐多久？好，那我們陪你耗着。上一次來教導，吳世仁看着十分難過，卻在發現自己身處危險後，第一個主動認罪，並願意詳細交代細節。而王猛，除非有非常充足的證據，否則很難撬開他的罪。所以，想讓他們快速認罪，最主要的是，先找到那個膽小的人，那個人，也就是吳世仁。
可惜了，可惜你这份兄弟情谊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想继续替王猛隐瞒吗？王猛已經全部交代了，他說你是主謀，是你策劃殺害了娜娜和李芬，他只是被脅迫。他現在已經主動交代，爭取寬大處理，你還要頑抗到底嗎？你好好看看，你是不是還沒見過王猛簽字呢？怎麼，還不想主動交代？王猛已經交出了你們邪教的資金流水，上面全是你的簽字。你現在主動交代，還能算你自首，否則等待你的就是立即執行死刑。就想用這一套假的偽證詐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吃這一套。可惜了，吴世仁，這次和你對峙，不光是現在的，還有7歲那年已經偵破此案的我能拿到的線索，即使這個世界已經沒有，但不代表它並不存在。那你猜猜，王猛還跟我們說了什麼呢？我怎麼會知道？他說你脅迫李芬去偽造娜娜被害現場那一次，他偷偷的從李芬的口袋裡拿走了靜海高速發票，那張發票可以調出時間和監控，說不定就拍到你了。你現在是不是在想，怎麼會有高速發票這種東西？在你脅迫李芬的那一天，走的是不是靜海高速？好啊，王猛，虧我這麼相信你，沒想到你還私自留着我的把柄。除了發票，他還說了，他要阻止你進行聖女重生的計劃，但是你對此計劃有着近乎變態的執念，所以你準備把他趕到海外，去準備其他的項目，好支開他。他放屁！明明是他對那份計劃狂熱和執着的。注意你的態度。吳先生，他都說了這麼多秘密了，你還要為了所謂的江湖義氣替他保守秘密嗎？你現在如果能主動承認王猛是主謀的話，並且交代案件的細節，我們可以向檢察院申請對你從輕處罰。你想想，王猛把你當作棋子，你何必為他扛下所有的罪責？我現在交代一切，還算是主動自首嗎？那你得實話實說才行。吳世仁在隔壁人都招了，他說這個邪教，你是組織者，他只是一個執行者，而且他還給我提供了當年你們的通話錄音。你覺得你現在不說話還有用？這個叛徒，明明是他自願加入的，现在反過來倒他一耙。行了，誰是主謀，證據說了算。啊，吳世仁已經協助我們警方找到了你那個邪教儀式的錄像。如果你現在還是什麼都不說，那到最後所有的罪得你一個人來扛。吳先生，你交代吧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如果我先聽到王猛坦白的話，那麼減刑的機會我只能交給王猛了。我全說，是王猛讓我殺的人。當年他找到我說肖如海毀了他的教會，讓我殺了肖娜娜作為報復。李芬也是他選的，他說李芬符合聖女的條件，讓我脅迫李芬留下她的生物痕跡，然後再根據重生計劃的時間槍殺了她。因為你調取資料重新徹查肖娜娜案被他知道了，所以他聯繫教會的信徒，想要殺你滅口。張隊，進來。張隊，這是吳世仁的錄音。好，來，聽一段錄音。是王猛讓我殺的人，當年他找到我
說肖如海毀了他的教會，讓我殺了肖娜娜作為報復。李芬也是他選的。這個見利忘義的小人，我當初分了他那麼多錢。看這兒，吴世仁已經把他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了。你要是现在肯说，我还可以向上边给你申請一個寬大的機會，要不然，就你犯這些罪，都夠槍斃你10回了。我也說，吳世仁是自願加入邪教的。當年他做生意失敗，是我幫他還清了所有的債務，所以他答應我幫我做任何事情。娜娜案不在現場的證明也是我幫他做的。我替他出席的酒會，故意讓別人誤以為是他。還有，李芬的屍體也是我告訴他讓他藏起來的，是我教他如何精準命中腦幹的。这都招了。小人，明明是你蛊惑的我。彼此，见利忘義，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走。這個案子終於要畫句號了。全體起立，請審判員、審判長入庭，帶被告人入庭。就是他们两個，真畜生！早就應該抓。被告人王猛犯故意殺人罪、組織邪教組織、破壞法律實施罪、詐騙罪等多項罪名，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被告人吳世仁犯故意殺人罪、參加邪教組織罪，數罪並罰，判處死刑，緩期執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其他邪教組織成員根據罪行輕重，判處相應刑罰。閉庭。好，終於將他們繩之以法。不管是7歲臨近追訴期的娜娜案，還是塵封40年的娜娜案，我都為家人交出了滿意的答案。爸媽，你們在這個世界可以安穩的閉眼了。姐姐，李芬阿姨，你們可以安息了。我這都快退休的人了，沒想到原本這個心結永遠都解不開了，沒想到竟然就這麼成了。張叔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為什麼當初選擇相信我？你就不怕我說的是假的怎麼辦？我心裡一直有一個聲音，如果是肖壯壯的話，我應該選擇相信他。可能這就叫心有靈犀吧。也對，7歲那年我選擇相信你，才把我擁有超能力的事情告訴你。我當時還在想，如果案子破了，我就把我這神奇的經歷全部告訴你。結果這寒假還沒過完，我就在病床上醒了。超能力？說什麼亂七八糟的？沒事，我瞎說呢。你是不是腦震盪還沒恢復啊？叔現在帶你去醫院。我沒事說。我真好了。走，我好了說。還說。姐，我回來了，邪教組織已經被徹底搗毀，案件也已經徹底告破，兇手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，你們可以安息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的念力救了我，才能讓我回到7歲那年找到兇手，甚至我被兇手推下高樓還能活着，還帶着平行世界的線索探破懸案。姐，對不起，讓你等了那麼久。
以後會經常來看你，會好好的生活，成為一名優秀的法醫，為更多的受害者伸張正義。爸媽，我回到7歲那年，又見到你們，對不起，沒能讓你們在生前見到正義被實現的那一天，但我知道，你們在天堂一定會為我感到驕傲。爸媽，我會記住你們的教誨，堅守正義，幫助他人，因為我是人民公僕的兒子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肖法医吗？我们这邊發生了命案，需要您的協助。